我这不是刚买了这台 LG OLED C4 电视吗？今天和我一起来看看它连接 Apple TV 和其他电视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LG 系列不太老的电视 HDMI 其实就已经支持了 QMS 功能了。我们先简单去了解一下什么是 HDMI QMS。在不支持 HDMI QMS 的电视上开启 Apple TV 的帧率匹配以后，我们的电视在视频播放推出后会黑屏1-2秒，就是闪一下。而 QMS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QMS 全称是 Quick Media Switching， 快速媒体切换。为了消除特定情况下的 HDMI bulk 现象，它其实是 HDMI 2.1A 下的一项可选功能。这意味着 HDMI 2.1A 设备是否支持它，就取决于制造商了。QMS 最初是几年前作为 HDMI 2.1的一部分宣布的，但在根据 HDMI 2.1A 进行修订之前，其实从未将其用于任何电视产品。在日常观看视频的时候，比如我就喜欢把 Apple TV 的桌面 UI 设置为 4K SDR 60，多数电影都采用24帧，这样就会有一个重新握手的过程。电视屏幕会短暂的黑屏，这是因为 HDMI 输出模式和电视的刷新率需要重新的去匹配，避免运动抖动或者是撕裂。但这种体验并不友好，尤其在高帧率内容日益普及的今天，这就是 QMS 技术诞生的一个背景了。好，我们接着聊 QMS。QMS 基于 HDMI 2.1的 VRR 系统，正式称为 QMS VRR， 专为解决帧速率切换的黑屏问题而设计。好，这里我知道有人肯定会问，这个屏幕上的 VRR information 怎么显示的？是这样的啊，这里有个小 tips，LG 的电视遥控器下面这里有个绿色按键，快速的点击7次。它每次显示的位置是不一样的，以4个角轮替。好，我们接着聊 QMS。目前只是解决了快速帧率切换，并不对动态匹配有作用。所以我们如果看 HDR 内容，比如杜比世界时，还是会黑一下的。目前的流媒体平台呈现的效果都一样，体现明显的就是关闭视频时是先回到菜单，再黑一下，再回去。而本地播放器中多数其实也是这样的。不过这其中呢也有例外，就是 Infuse， 它应该是单独做了优化的，在退出视频播放以后是直接黑下去，只是时间有点长，并不会在中途黑屏。当然也有可能还有其他播放器也是这样的只是我测试的 App 有限，可能没发现。当然我在无意中我还发现了网易爆米花其实都没做帧率匹配，看这里的帧数完全没变化，是不是有点坑？最后还有几点要告诉大家 ，QMS 主要服务于视频播放内容，如电影剧集等等，在游戏场景中是用不到的。另外呢，支持 QMS 需要设备和电视满足 HDMI 2.1 规范，并且电视厂商还需要通过固件升级来激活该功能。也就是说，其实现在主流的品牌电视都可以支持，就是看厂家愿不愿意去更新去做这件事情了。再就是 QMS 对 HDMI 线材没有特别的要求，现有线材即可支持。最后你还需要一台 Apple TV， 就是 4K 2022款，它是支持 QMS 的。好，希望今天的内容可以让你对 HDMI QMS 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大家赶紧看看家里的电视是否支持该功能吧。对了，后面我还会更新一些 LG 电视的内容，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还请一键3连支持我，感谢大家，我是小崩，我们下次再见，拜拜。